在 Street Fighter 问世之初，并不存在格斗游戏这一类别。虽然此前已经有空手道和1、2功夫等这类玩家与敌方角色1对1进行格斗对战的作品，但仍被归类为动作游戏。当时 Street Fighter 也被划分为动作类，直到1991年 Street Fighter 2的爆火，格斗游戏这一类型才得以确立。作为 Street Fighter 系列中知名度最低的一款，本期就来聊聊这款游戏的开发以及与后续作品的关联。担任本作导演的西山龙志，早年间在 ARMS 参与制作了《快餐车 X》这款游戏，以李小龙的电影做参考，也是后来 Street Fighter 的原型。之后受石本贤三邀请进入 Capcom， 本作制作完成后移籍 SNK， 此后参与制作了多款格斗游戏。2000年，西山龙志辞去了 SNK 高级董事总经理职务，与部分开发团员成立了新公司。同年，他们从 Sony、Bandai、SCE、世嘉这几家公司获得了资金支持，公司改名为 Dimps。2008年推出的 Street Fighter 4， 大部分开发工作由 Dimps 负责 ，Capcom 提供辅助。而2016年的 Street Fighter 5情况则相反 ，Capcom 主导了60%至70%的开发工作 ，Dimps 负责剩余部分。据西山龙志回忆，当时公司在进行与经营相关的会议。因为觉得无聊，就开始在纸上随手写画画，构想新游戏的创意。突然间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一个新点子，这便是 Street Fighter 的原型。刚好旁边坐着冈本吉起，于是问他觉得这个想法如何。冈本吉起看后赞不绝口，还开玩笑地说：“假如你不做的话，就让我来做。”于是这个企划被提上日程。通过方向指令输入加按键的出招方式，也是当时就已经想好的创意。对本作有一定了解的玩家可能都知道，初代 Street Fighter 搭载了压杆式按键，2个按键分别对应拳脚攻击，玩家通过击打按键来进行指令输入，根据击打力度的不同，判定角色攻击的强弱。游戏中的必杀技在击中对手后会造成极大的伤害。早年采访中，西山龙志表示，为了不让本作变成玩家一路使用必杀技通关的游戏，所以特意将必杀的出招成功率降低。可在冈本吉起的 YouTube 频道中，却讲述了另一个版本，导致必杀技难以发出的原因，并不是在程式上有这类设定。本作的按键反馈与现在的游戏完全不同，只有在放开按键时才能收到攻击判定，这可能也是导致必杀技难以使用的原因之一。在实际开发阶段，开发组发现按压杆式按键的开发难度比预想的要困难得多，于是他们找到阿卡丽公司进行共同开发，机台的框体也由阿卡丽进行设计。作为开发组成员之一的川水纪孝和西山龙志进行了大量的测试，由于当时测试用的按键非常硬，因此这2人手上的伤势最为严重。在开发的收尾期，不知是不是因为开发组员的手都已伤痕累累，于是找来其他开发组的成员帮忙测试进行 debug 工作。游戏推出后没有如预期的受欢迎，导致大量机板滞销。为了消化库存，于是推出了6键版的桌面型机台。当时街机的主流一般是2个按键，甚至设计成3按键的游戏都会受到指责，更不用说6个键位，这自然遭到了营销部门的强烈反对。可开发组坚持认为，在这6个按键中，并没有跳跃和防御键，全部都是威力不同的拳和脚，所以6键即便是按错的情况下，也只会出现攻击威力不同的状况。等玩家对游戏操作熟悉后，应该就可以熟练掌握，而且这样还增加了游戏的深度。从结果看来，这一设计非常成功，在操作上为现代所有格斗游戏奠定了基础。相比之前的游戏，这个时期的街机游戏画面上已普遍实现多色显示，虽然现在看来稍显简陋，可在同期的游戏中，本作的画面表现较为亮眼。在容量和精灵图大小受限的时代，将图像分割成多个 tile， 拼接后组成完整图像，通过这种方式来展现细致的画面效果。
虽然在1、2功夫等游戏中已经有了特色各异的角色，但普遍尺寸较小且动作单一。反观本作的角色，除了尺寸巨大，攻击动作也较为丰富，每名角色都有强烈的个人特色。当时的游戏还不注重故事性，反观本作，所有角色都有个人喜好、家族构成等设定。可遗憾的是，初代中玩家的可选角色只有龙和拳，其他角色都是 CPU 专用，而主人公龙的名字则取自本作导演西山龙志名字中的龙。本作的角色当中有部分在后续作品中登场，这里简单介绍下角色的设定以及与后续作品的关系。龙年幼时与拳一起学习各种格斗技巧，是一名精通空手道、拳法、功夫等格斗技的天才格斗家，在国内已无人能敌。为了寻找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，开始环球旅行，与世界各地的格斗家展开街头格斗赛。初代龙的外形是红发白头巾，还穿了一双小红鞋，与之后作品中的形象差距较大。在 Street Fighter Zero 系列，实际游戏中的发色偏红，而 Zero 系列的故事处于1代和2代之间，这里不知是不是设计师有意为之。拳同样是自年幼时期开始学习格斗技巧，作为龙的同门，两人实力不相上下，便都将对方视为自己的对手，以成为世界上最强的男人为目标，开始了世界旅行。拳除了名字以外，基本外形与之后的作品差别不大。烈性格暴躁，因多次与人进行私斗，被寺院赶走的破戒僧，在 Street Fighter 的比赛中，通过与龙的交手为契机，痛改前非，现在以格斗家的身份进行修行。钢拳和达尔西姆的好友，也是可能知道欧罗过去的人，一直以来属于几乎被遗忘的存在，直到 Street Fighter 6以 NPC 的身份登场。乔，美国的知名 kickboxer， 以24岁的年纪就君临已知武术界，将街头格斗当作训练的男人，因为金钱问题引发暴力事件，自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现在以 Superstar 为名参加各类独立格斗比赛，喜欢收集星星形状的物品。不知是不是因为缺乏个性，在之后的系列作品中再没有登场过。麦克，先来说最新的官方设定。麦克曾因强盗罪被捕入狱，在狱中接触到了拳击，出狱后一直帮助所在地贫困的人，还会教孩子们拳击技巧，非常重视家庭，与小他5岁的妹妹关系最为亲近。接下来是原版设定，身为前拳击手的麦克，一直拥有获得冠军的实力，可在一次比赛中将对手误杀，自此从拳击界消失，在游戏中以街头战士的身份进行活动。通过2段设定可以看出新设定属于角色的人生经历补完，虽然外观与2代中 M. 拜森有相似，不过官方明确说明过不是同一个人。另外2代 OP 中的黑人也不是他，是一名叫马克思的角色。基生活在暗之世界，继承了忍者之血与技能的男人，为了向世人宣传忍者的强大，不断进行着街头格斗，擅长使用手里剑。虽是一名很强大的忍者，可在一次行动中被一名更强的杀手打败并阵亡，于是基这个名字被他的后辈继承，善用钩爪和手里剑，以进行间谍活动和担任保镖为生，同时还是个非常注重传统的人。在之后的作品中没有登场过，只在漫画中以忍者军团的形式出现。伊格尔作为暴发户雇佣的保镖，使用2根铁棒作为武器，个人经历都是谜，虽然有着绅士般的外貌，可一旦进入战斗，就会展现出冷血残酷的一面。自认是战斗专家，为了追求堂堂正正的战斗而展开环球旅行。对于无法理解他战斗美学的对手，会不留情面地将其击败。伊格尔在 Capcom vs SNK 2中首次回归，之后在 GBA 上的 Street Fighter Zero 3 Upper 中登场。2006年发行的 PSP 版 Street Fighter Zero 3 Double Upper 中最后一次出场。李，中国拳法高手，只与自己认可的格斗家进行比试，一旦决定比武，就会全力以赴。李是云和阳的叔叔，主要使用八极拳和醉拳，雷击挫折招就是由他所创。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，经营不动产，将内装和修缮工作交给云阳2兄弟。李除了在漫画《小樱会加油》中露面外，之后的游戏作品中再无登场。巴迪精通拳击和摔跤等格斗技巧，强大到近乎无敌，做过一段酒吧保镖，因其卑劣的手段和残忍的行为被格斗界除名。早年间身材还属于正常范围，可在加入 Shadow 后开始暴饮暴食，体重开始飙升，
因为被方指责愤然退出 Shadowloop。在这之后被神月财阀家的卡琳收入麾下，因为在神月家吃得太好，体重再次上升，已经彻底变成一名肥胖型角色。在 Street Fighter Zero 系列初代回归，外形上与正传初代有不小的差异。在5代中，顶着圆滚滚的肚子登场，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，下次在游戏中出现时可能会变得更胖吧。元，自由学习中国拳法，通过自己的融会贯通，自创出暗杀拳。表面上经营着一家中餐馆，而真实身份其实是被黑道奉为传说的杀手。由于身体逐渐被病魔侵蚀，认为要死也要死在战斗中，所以一直在追寻可以进行死斗的对手。与春丽的父亲童昂有着不解之缘。春丽的下蹲重脚攻击，这源自于元的原传暗杀醋，在 Street Fighter Zero 2中回归。虽说得了不治之症，依然在4代中以较为憔悴的形象登场。阿顿，泰拳帝王沙盖特的第一弟子，师傅沙盖特败给龙后与其诀别。号称最强的泰拳格斗家，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，以迅敏的腿技而闻名。为了切身感受自身的强大而战斗，在泰国有着极高人气。同样在 Street Fighter Zero 系列回归，在 Zero 初代中被维嘉看中，希望他加入沙德鲁组织，不过被他拒绝。在 Super Street Fighter 4中，作为可选角色参战。据说阿顿在欧美玩家中拥有很高的人气。沙盖特在初代设定中，他被称为无敌之虎，是泰拳界暗之帝王，不论是速度还是力量都被称为世界最强。儿时被小流氓毁掉一只眼睛，从此暗下决心要成为强大的人，以不屈的斗志和努力一直走到现在。在与龙的对决中被击败，并在胸口留下一条巨大的伤疤。为了复仇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修行。在这期间，他钻研出克制升龙拳的 Tiger Uppercut。在2代中加入 Shadowloop， 也只是为了能与龙再次战斗。在 Zero 系列的设定中，沙盖特的一只眼睛是与丹的父亲火影强决斗时失去的，与龙的关系也从最初的仇视转变为认可的对手。现在隐居于泰国深山的村落，被当地居民视作有点可怕却又值得信赖的格斗家。角色名取自当时的泰拳冠军 Sagat Pechingu。虽然查不到官方的确切消息，不过他本人一直被视为是沙盖特的原型。沙盖特作为游戏初代的 BOSS 角色，除了 Street Fighter 3外，几乎在后续的所有作品中登场，出场率仅次于龙和肯，可算是系列中标志性的角色之一。游戏之所以命名为 Street Fighter，是为了突出打架这一特点，因为每名角色都有显著差异，所以一种格斗是本作的主要基调，同时也便于融入角色们的故事设定。1998年12月4日 ，Street Fighter 被移植到由 NEC 和 Hudson 发行的主机 PC Engine CD-ROM 上。本作还是当时第一款被移植到 CD 主机上的游戏，可因为当时 Street Fighter 的商标被别人注册，所以改用 Fighting Street 为名进行发售。另外，在 FC 上还有过一款名为2011名 Street Fighter 的动作游戏，与本系列并无关联。日版主人公名为 Kevin Striker， 不过游戏的美版主人公被设定成 Street Fighter 初代中的肯。在赢得 Street Fighter 的冠军后，肯回到母国，进入大学后成为科学家。25年后，因为研究所好友被杀害，于是展开了追凶复仇的旅程。当然，这一设定在后来被 Capcom 视为平行世界，系列本传中再没有被提及过。尽管受限于当时的硬件等因素，游戏的平衡性和操作性上有着诸多问题，却也对之后的2代有巨大影响。反观西山龙志，虽然在 Capcom 期间制作了多款作品，可惜都反响平平，加上公司内部人际关系的不愉快，最终导致西山龙志离职。据冈本吉起回忆，当时 SNK 的开发能力应该并不是很强，开发 Street Fighter 的 Capcom 第2开发室大部分成员，还有部分来自 IRIM 的成员，纷纷追随西山龙志一同进入 SNK。这次大型人员变动，大大提升了 SNK 的开发能力。西山龙志进入公司后，参与了 Neo Geo 的开发企划，还在后来为该平台开发出《饿狼传说》、QS 系列等格斗游戏，为2家公司在日后格斗界的竞争关系埋下了种子。关于 Street Fighter 初代的内容就到这里，关于2代的开发故事敬请期待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请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个游戏见。